这帅是帅，但是可玩性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啊。交世间知己，有网同好记摩安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教记。这个 MG 的维达尔呢，我是终于拼好了，时间浪费了不少，月初就拿到了，月底才做好，主打一个吃屎也赶不上热乎的。这里呢，我先说明一下，铁血我是没有看完的，总共下来第一季也就看了不到1/3，所以说这部机体呢，我仅仅是知道，但并不了解，因此期间如果有什么崩瓜掉字儿的话，还请同好们多担待。而这一期呢，我们也主要是从模型的套件本身素质来聊一聊，关于机体的信息，我们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这部维达尔剧情上是作为铁华团重要的对手机出现，但从模型产品线上可完全没有当成对手那么重视，时隔5年才发售，而我个人认为还是作为 MG 天狼座的预热模型设计的。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看板件这一块，整体的模型本身呢还是复用了很多巴巴托斯的套件，主要是骨架方面的，当然这也符合了动画的设定，倒不是吐槽万代在这台模型上的偷懒，而是想说它打根儿上就是为了偷懒而设计的通用骨架。新规的板件在锐度方面呢看似不错，但其实并不是那么好，在没有做渗线的时候，我觉得刻线呢还是不错的，可一旦开始做渗线工作，就会发现有很多地方的刻线深度是不够的，会有渗线液流动不顺畅，以及擦除时会过度擦除的情况出现。即便轻轻的擦除，多次下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也就是说，想喷涂的同好一定要用推刀加深一次刻线才行，不然2层涂料喷上以后就会覆盖一部分较浅的刻线，到时候想再做渗线，那就是地狱级的难度了。板件的用料方面，依然还是保持了万代近些年的骨架塑料的用料，就是那种相对较软的塑料材质，放到别的模型上呢没有什么问题，可一旦用到72魔神系列这种细腰骨架的模型上，就会有变形或者白痕的风险，尤其是腰部，比如维达尔和巴巴托斯腰部的旋转，我是真怕胸部这个连接件呢会断掉。更何况这个系列的套件设计还出现了很多 C 口的设计，我的这个右腿后方的喷口在把玩过程中就已经比别的喷口要松了。肩胛的 C 口确实做了重新的设计，相比巴巴托斯的肩胛 C 口明显加宽了，但后续的强度，尤其是后续磨损以后的强度，是否还能获得足够的支撑力度，现在还是未知数。我个人觉得 C 口的设计并不是不行，但 C 口的塑料强度要选用更高一些的才可以。比如逆 A 也用了很多 C 口的设计，但比现在模型所使用的塑料材料要好很多。也就是上述所说的原因，我给巴巴托斯更换了某厂的合金骨架。当然，合金骨架呢确实解决了强度的问题，并且附带的塑料件强度也还不错，但模具的公差这一块是真的无力吐槽。有时间我给同好们好好吐槽一下这款巴巴托斯的合金骨架套件啊。拼装完成之后，成品造型这一块，我个人觉得比巴巴托斯看着要霸气很多。这种蓝黑的配色加上粉色的点缀，真是邪气十足，看起来就不像是个省油的灯。我觉得如果日后我来做喷涂的话，我大概率会在保持原色的基础上，把蓝色的明度再降低一些，这样整体看起来就会更加沉稳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跟巴巴托斯放在一起，我反倒觉得在造型和气势上，维达尔压了巴巴托斯好几个档次，巴巴托斯瞬间不香了。不过当然我也知道，维达尔本身也不是为了5年前的巴巴托斯而生的，而是为了 MG 的下一个作品巴巴托斯天狼座，那个也是我比较期待的一个套件啊。还有，我想强调一下，这个背包上的2翼设计是不是太过于摆饰了？我把摆饰和摆饰坏的背包拿出来，咱们来看一看，是不是除了长短就没有太多的违和感了呢？可动性这块基本上跟巴巴托斯也是保持一致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新玩法。这也就是我前面说到的，这部机体帅归帅，但是玩起来比较无聊。主要是身上没有什么新规的可动机关设计，从官方的先导图片中也只看到了肩部比巴巴托斯多给出了1段可动设计，我们姑且算作新规吧。并且液压管设计呢也已经在巴巴托斯上玩到过了，新鲜点已经没有了。身上呢，我觉得可以作为卖点的可动，就只有脚部的猎手刀刃以及背包处的第3台雅哈布反应堆的转动了，其他地方就基本上都是沿用了巴巴托斯的可动设计。
我知道很多人说爆破剑刃的收纳夹仓，那个呀，咱们放到接下来的配件部分再说。配件方面呢，维达尔是配备了2把手枪、1把步枪、8柄爆破剑刃以及完整的剑刃夹仓，其中剑刃夹仓是完全还原了动画中设计的虽然我没有看过维达尔的出场动画吧。我们将剑柄直接插入到剑刃的仓口，然后滑动外甲，便可以还原动画中的换刃过程。这一块我还是玩了挺长时间的，只是滑槽方面有点紧，不建议装到身上的时候滑动，以免误操作导致连接件断裂。步枪仅仅是给出了弹匣的拆卸，但并没有给出替换弹匣，这是让维达尔在战斗中现压子弹是不？接下来手枪的收纳，我觉得是所有设计中最好的，除了不方便取放以外，作为收纳方式和前裙甲的视觉延展方面，我都觉得很不错。而且手枪还给出了滑套的可动设计，可以做出退壳和滑膛的动作，好评了。那到这里最后总结一下吧，作为万代1年1个的 MG，2025的年度最佳 MG 肯定是稳了。而且为了和之后的天狼座组 CP， 相信也有很多同好们会入手的。只不过沿用老模型的可动以及没有太多的新玩法的配件设计，让人感到这部机器也仅仅是作为天狼座的 CP 机开发的。至于说推不推荐的话，我就不说什么确定的话了，就只总结一个字：帅，可以了吧？好了，本期的教友记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如果同好们觉得我的内容做得还不错呢，麻烦点赞、收藏、加关注，一键3连，给我一个大大的鼓励和继续制作下去的动力。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教友记机体评测，我是评测员 D，我们下期再见。